Hello，大家好，我是江江，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不批判万事万物。这个练习呢是在整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学习对任何万事万物不产生执我跟执念的一个过程。那你看哦，我们的地球。它是白天跟黑夜同时存在的。比如说，地球被太阳照到那一面，它就是白天。然后，可是地球现在没有被太阳照到的另外一面就是黑夜。所以白天跟黑夜就是同时存在。那你看，你把一个物品放在阳光下。那个物品如果被阳光照到的那一面就是光明面，但它另外一面就会呈现黑暗面，就是黑黑的影子。所以你看那个物品，它也同时存在着光明面跟黑暗面，是同时存在的，同时存在。那你看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物质世界是零跟一的组成，所以也就是是跟非的组成，所以每一个事件都存在的。是跟非才会成立成一件事情，或是一个物质。我们电脑在最初期，被发明出来也是零跟一嘛。我记得我那个年代要开机什么要等待它跑的时候，它画面有很多零跟一嘛，对吗？那你看我们以前那个电视在讯号不好的时候有杂讯，对吗？也是黑跟白，然后相隔一格一格的相间着，对吗？所以这个练习呢，是要让你对这个我们现在物质的世界，对教导的外衣一层一层的去剥离掉，就是脱掉你一件一件的被教导的外衣，懂吗？所以我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了解这个道理跟这个世界存在的一个这算什么呢？就是明白，就是应该被发生的事情就是会被发生，了解吗？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是必然的。那既然你已经能够了解它是必然的时候，你就不会产生这件事情一定是对的，或者是这件事一定是错的，或是那个人做错了，然后那个人做对了，就是你心里不会有这样子的念头出现。那当你对事件没有产生错与对的想法出来时，你等于你看事情的角度、看事情的位置又站得更远一点了。就是我现在这么近跟你们讲话，跟你悟通道理之后，可能我是这样子跟你们讲话，就是距离你离那个事件会远一点。然后呢，这要练习什么？练习，因为你站的位置远了，你看事情的那个透析度会更多，你看事情的宽广度也变更多，然后呢，思考的那个框架也会变得更大，而且你会点线面的串，你的思绪会串，然后你可以更快的去了解这个事件背后的可能组成原因啊，或者是因果关系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也就是说，你练习之后，当你在看一个事件的发展跟发生的时候，我觉得最棒的破关就是我的破关对我来讲最棒得到的是什么？就是我对很多事件是没有情绪的，我不会认为说他怎么罪恶万生是吗？就是或者说他就是大善人。你要看哦，大善人就是很大的善，后面也会背负着很大的恶。
很大的恶。切记，慢慢去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要喝咖啡，我们可以在便利商店很随意的取得我们想要的廉价的咖啡。我们在买这么便宜的咖啡的时候，我们当然心情很好。可是你知道这廉价的背后有什么故事吗？他可能运用了很多的廉价劳工来去做一些可能去做很辛苦的采豆子啊，然后那个筛选豆子啊，然后炒豆子啊，甚至运送过程啊等等，他可能用非常廉价的方式，然后去使用这些廉价劳工。那如果你是被那个使用的廉价劳工，你的心情是如何？你的心情是如何？你一定不开心啊，你一定不爽啊。你可能说我采了，你知道采咖啡很辛苦吗？种咖啡很辛苦吗？你知道炒豆子很辛苦吗？就是你可能就会 argue， 就觉得哦，你怎么可以剥夺我这些辛苦的那个劳动力？那你看哦，如果我们便利商店卖的咖啡，当他觉得说，我要重视这些廉价劳工的辛劳时，我应该给他合乎我们人道的薪水时，那相对的，在这个食物链的过程到达我们要去便利商店买一杯咖啡的时候，如果变成 double 的价钱时，请问购买的你心情会好吗？你会觉得说，我在这么方便、随手可得的便利商店里面买一杯咖啡，居然要跟星巴克一样那么贵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不高兴了。所以你要记得，万事万物没有对与错。然后呢，练习还有啊，我最近在练习，不是啊，就是前阵子就是因为一直在练习，要对这个对万事万物不批判，我用什么来练习呢？我用看网络新闻，或是看报纸，就是我去看待每一个社会事件的发生，然后呢，看完之后沉淀，然后告诉我自己，这里面没有谁对谁错，你要用这种方式，我是用这种方式啊，我只是跟你们分享，不是要你们用这个方式，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方式去练习，我只是用我的方式去练习。然后看完之后，然后再去想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被发生，为什么结局是这个样子。当然，很多的社会事件是无厘头就发生了，记得所有发生都是必然的。那当你想到所有事情都是必然的时候，它必然的出现在你的眼前，要让你学习到什么呢？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教导外衣很多，都穿在身上，然后自我意识提高。所谓自我意识提高，就是小我意识提高，小我意识提高。所以呢，小我意识提高之后，开始就很多政论性的节目、谈论性的节目出现，开始批判，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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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批判，批判的越夸张，可能它的收视率就越高，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类是自我主义提高的，自我意念提高的。记得自我意念提高代表小我提高，不是大我提高，记得。所以当你去看那种政论性或是批判性节目时，你正在训练你的小我，训练的小我。如果你想要让当你跟着那个节目主持人，或是里面谈论性节目的任何一位来宾，跟着他在那边，对，就是这样，他就是坏透了，什么什么，你的心就被他勾去了，然后开始你的小我逐渐壮大，开始跟着他批判，跟着他批判。所以我用这个事情来训练我自己，对
你要看政论性节目也可以。如果我看政论性节目，我看它，我不会随着它，不会让我的意念被那个谈话性节目给引导。我是要看着它，然后不断的去做切割，然后不断告诉我这里面没有对或错，没有谁对或谁错，就是用这个一点一滴，然后更看透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上所有的事情都存在的黑暗面跟光明面。你如果悟通了，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对事件的透析也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可以用这个小影片跟大家分享。练习过后，你是这么远的在看影片，在看事情，了解吗？I love you，拜拜。